好，赖清德在 X 上发文，再向川普喊话：台湾不会采取报复性关税，我们跟美国要共赢黄金时代。川普可能会想：谁跟你共赢黄金时代？我赢黄金时代，你管你的。哦，那另外呢，赖清德请国人不要恐慌了啊，说呢我们要组台湾投资美国队。所以赖清德说，我们答应在美国投资，都去投资，而且我还要更增加投资啊。那另外呢，所以他基本上他的策略5个策略就是不报复、零关税、扩大采购啊。我讲嘛，你扩大采购，如果我是川普，就问他，那你今年要赚我多少钱？逆差要多少？顺差要多少？你讲啊，你给个数目啊。我不能说这个房子好便宜啊，多少钱？做生意人当然问这个嘛，英文叫做 bottom line。底线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嘛？所以你扯半天，光政治语言，川普是个笨蛋啊 ，AIT 那些官员是笨蛋啊，对不对？都会问嘛，你到底要怎样嘛？哦，那黄国昌就问赖清德5大策略到底你换到什么嘛？只是割地赔款吗？有什么？你有没有总要换一些东西回来吧？哦，你不能说我很有善意，对我全部衣服都脱光给你看，那你给我什么？那民进党的这个委员陈树岳说，有人认为880亿于事无补，这是这个卓荣泰讲的时候，我们要拿880亿，你真的880亿你要做什么？有什么用？哦，什么工业多少钱啊？农业100多亿啊，等等，你杯水车薪嘛。哦，你不讲还好，讲了给他笑死哈。那所以联合报也说，赖清德呢已经投降就先输一半了嘛。你的5大策略，川普会买单吗？你真的认为川普会买单？你真的了解美国吗？哦，你真的了解川普吗？哦，所以呢，赖清德那天举这个旗子说至少有音乐，这个毛巾呢也被人骂说这个时候还至少有音乐，对不对？我们至少关税32%了。哦，那另外呢，这个萧美琴说呢，问任饼里面包什么也被骂。哦，说你现在到什么时候了？对不对？这不何不食肉糜吗？哦，任饼包什么？包32%的关税了。哦。所以我刚刚讲过，民进党何新存说要蔡英文领军去谈判。蔡英文第一个，蔡英文有什么筹码嘛？他就如果筹码也可以谈，什么筹码也没有啊，被你们推到前线去送死而已了啊！蔡英文当然，我也乐于看到蔡英文领军去，但是蔡英文会笨到要去吗？我不知道哦，所以要蔡英文抢救这个赖清德这个司机啊，那会怎样哈？基本上啊，我真的认为说哈。你现在赖清德手上，台湾不是没有筹码，如果都没有筹码，你去讲也没用嘛。我还是有筹码，台积电不是筹码吗？5月联电又要去了，联电不是筹码吗？大哥二哥都给你搞去了，我要去和番至少换一个和平啊，对不对？你否则王昭君送去干嘛呢？哦，和番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而且现在不是只要你台积电、联电，你的供应链都要你去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呢？挖空你台湾你怎么办呢？这个你是谈判的，你筹码嘛。对，我抓在手里，我跟你到时候说，哎，不行啊，这个投审会不准啊。当然，川普一定生气，你个性你就骂这个台积电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台湾是什么意思？我加关税加到100%，会不会？会，没有关系啊，再谈啊。你现在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啊，因为通通割地赔款都给人家了嘛。我哪怕你吵，你川普跟我说200%不怕，为什么？我有筹码在手上，你要不要？要就来谈啊。哦，至少你从32%降到20%也好嘛。降到15%也偷笑了嘛，对不对？你32%实在是太重了，哦，而且对台湾真的是不公平了，因为台湾过去就没有赚美国那么多钱，只是去年赚得多，人家就拿去年给你算，你说你衰不衰呢？哦，去年民进党还洋洋得意，那我们终于转移市场了，好了，这刚好拿了你去年赚美国的钱来开刀，哦，讲的话多难听啊，说你们是小偷，把我们这个偷去那个偷去，看一下，只要应对策略适当，公私协力。将可以降低冲击，请大家不要恐慌。喊话国人别惊啦！在府院多日开会后，总统拍板5大策略因应关税战。面对美国的对等关税，台湾没有计划采取关税报复。比照美加墨自贸协定，从
台美双方零关税开始谈起。谈判筹码比较越南模式，还要阻台湾投资美国队扩大军事采购。8分钟的谈话，总统也提到，日前政院宣布的880亿计划就是策略之一。另外还提出中长期发展计划、台湾加美国的新布局，以及开启产业的倾听之旅。面对当前的挑战，政府会和民间携手合作。行政院的对策也希望立法院不分朝野都能够支持。只是总统恐怕要失望了，初步有达到安定民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可是就是说，还有一些部分，我们也希望执政团队能够更有效率的。总统也提到说，产业倾听之旅哦，我们也希望建议执政团队这个部分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的。自家彰化立委公开发难，因选区不少厂商已受影响，像是水五金业者被美方客户要求停产，也有美国厂商不愿负担关税，船上商品无法下船。至于在野党前国发会主委林祖嘉，则认为可用过去6年的台美贸易额来和美方谈判。当你要把台湾的关税全部降到0的时候，可能对台湾的产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任何关税的修改、关税税则的规定，必须要经过立法院同意。这似乎也预告关税战的新战场在立法院。用高赖清德这几招没有用，完全没有用。你就是讲，袂前卖3口汤了了啊，你还谈什么？投降输一半，我们是输到痛口。坦白讲，清德兄对产业他是多少了解，但是没有很深的，就是没有整个全面性的战略架构的概念。如果说要组一个投资美国队，你要了解说整个产业外移以后啊，第一个我们的就业机会失去了。那这一些人呢，就是说企业家他到美国去布局的时候，他要重新 review 一次他所有的成本，他的水电，他的工资，他的土地，他所有的投资，他要重新算。好，再来就是你的下游的零部件。那零部件呢，你是要在台湾啊，然后再过去，还是连零部件的部分也去？那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有很多传统产业，就是这一些零部件的聚落。这都拢包起来，我来讲，我以前是伫基站出来，我做外销，我当美国做足侪生意啊嘛，对不？那我们的所谓这些零部件，譬如说这个灯泡啦、电线啦，什么在苗栗这边啦，吼，那南部的这个塑胶啦、下出啦，吼，那五金啦、哦普雷斯啦，这有诶无诶集合。那当你这个重要的这个外移以后，你规个就是没有，第一个不但没有谈判筹码，你说。我们偷了你的晶片，哈，我们是小偷。各位要了解，台积电不是美国的，台积电是真的。我们呕心沥血几十年，我们申请台积电研发了多少？台积电也因为它不断的投入研发，所以它拥有多少专利啊？你看很多台积电离职的人到某个公司去，他都告他，为什么？你才是偷了台积电的专利啊！所以并不是你美国当时没办法整合，那我们把张忠谋请回来以后，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然后他又眼光很远的看到说，整个半导体所有的做这种整合，坦白讲，早年很多人讲那种代工尔啊，你是在讲代工对，代工，但是伊是一个超级的代工者。你不但代工，它还有代工以外，它本身研发的技术，它拥有专利，所以今仔日Samsung包括大陆中兴，大家看了台积电的老脆软，结果咱遐简单，3-2个手段甲好出来。兄弟啊，坦白讲，刚刚少康兄也讲了，投审会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我们不是跟美国不同调。我们还是要把他当好朋友，但当他如果700亿美金不让你赚的时候，他要把这700亿的顺差对他们来讲是逆差，他要平衡掉，不要多300亿美金就好。300亿美金啊，就9000亿的新台币，9900亿等于1兆了。哎，今嘛一条啊？咱今嘛减一条，你敢知影咱会变安那？然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平衡日本。我跟你讲，我们在你刚刚讲那个说什么日本，我所用的，我较早用的拢日本货。我们进口的包括加工的机械的吼，
然后下出机，我们台湾现在射出成型做的不错，是拿日本的来研发的。哦，大概我们现在看我工厂看很多了，不是日本就是德国的，对，美国都不多。德国的是level较高，哦，啊，日本俗个好用，啊，那我们台湾开发的能生存这25年来、30年来，是因为我们又把日本的再制以后，我们也研发出来，所以早年大陆用的这些是人家周期的，啊，那慢慢它也在升级，它也用了日本的，所以大陆对日本嘛是摸那些了，伊嘛是。日本太厉害了，他掌控了一些技术，包括这些晶片哦，它有特定的某一些原物料的是无伊袂使。你像我们那个海参馆啊，你看咱台湾那做，亚克力哦，你台湾你都无法度，大陆你都无法度，但一定爱日本的。所以它又要看得清楚，又要它的优势，这个抵抗压力。那我们清德兄，你看嘛，我刚刚我请助理去问。从2000年开始，哦，就是2020年了，到今年2025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外汇存底90%几去买了美债？以前不是这样布局的哎，以前会有欧元，会有日币，会有美金，哦，怎么会变成美债呢？然后还有黄金呢？那为什么现在全部转播94%转播落地美债？啊，那你还有什么筹码？这本来是我们筹码大陆出超大陆的外汇那么多，结果它的美债才已经缩到从1100多亿缩到7500亿耶，那我们是5000多亿耶，一兆多说了，我们现在是5000多亿耶，所以我们的筹码在流失的过程。如果现在你只是逢迎拍马，我跟你讲，川普这个人。他不吃这一套的，你越强，我越尊敬你啊！你越弱，我把你口袋掏光。我认为你还有，因为你还有外汇买了我的美债，你还有台积电来、联电来，你还有其他的，你还对我有顺超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断在流失，然后我们的官员我也不想说让赖总统站到第一线了，没有必要，就把内阁换了吧。让一个新的内阁来迎战这个新的局面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卓荣泰行政院长邀请朝野党团会商，韩国瑜不出席啊，这院长呢不是党团啊，而且呢，韩国瑜明天要召开朝野协商。要邀卓荣泰专案报告哦，是正式的，要立法院请你来说明到底要怎么因应啊。那另外呢，今天呢，这个才一开会，柯建铭就不满，所以看啊，傅崐萁坐在主位上，对不对？怎么他坐那里呢？哦，我坐才对啊，怎么他坐呢？哦，所以呢，卓荣泰一脸尴尬啊，因为位置是行政院排的，对，不是傅崐萁说又不是我排的。而且事实上，今天傅崐萁愿意跟他们坐在一起，就平常心讲，很多蓝营是不满的、啊。你那边还搞大罢免，这边我还跟你共同协商什么共赴国难，共赴什么国难呢、啊？哦，你自己去应付国难就好了。你执政啊，我跟你搞混什么？那今天国民党是很客气了，说我也去了，还派傅崐萁去，还被柯建铭骂哦。然后呢，这个柯建铭后来终于给他一个位置啊，后来给了郑丽君的位置，行政院副院长，他才消气。哦，傅崐萁说很无奈的说啊，又不是我摆的名牌，那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呢？哦，那所以联合报的评论是说啊，一手说要团结，一手要去罢免人家，朝野能够互信吗？对不对？你不唱黑白脸吗？哦，那黄国昌说，今天因为有3个党嘛，黄国昌说啊，会以前给我们的资料搞了半天是4月4号行政院记者会的 PPT，4月4号到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时过境迁，情况又改变了，怎么过以前的 PTT 呢？你这用功不用功呢？我们看一下。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他本人是迟到之外，一进到场内的时候，其实他的脸色其实是相当的不悦，因为他看到国民党团总召傅崐萁坐在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旁边，是大喊说应该要让座，而且是一度来推挤。一般你做真不应该是做反，这不敢说。应该你帮拍一下啊，我知道。另外你可以说，确实那个也是
台东放代表国家，好了，明白吗？那总告这是行政院放的台根本的问题，在讨这个名字，这是国家最严的。傅昆萁跟柯建铭的脸色都是相当的尴尬，尤其柯建铭的脸色是相当的不悦，一度是要傅昆萁赶紧让座。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看到王宏威书记长他也是在一旁是指出说，这个位置是行政院长来安排的。那可以看到卓荣泰以及郑丽君院长以及副院长等人也都是在一旁赶紧打圆场，就怕这个会议都还没有开始，双方都已经先展开相关的厮杀。来，凤琴。好，其实从这个场面里头，也可以看出来，现在的乱象当中，柯建铭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比赖清德更大，他比卓荣泰更大，他是行政院的太上院长，他是总统府的太上总统。其实，在这种局面当中我们还看到这种耍无赖的这种局面，其实是非常难过的。不过，我要特别提醒一下，赖清德的那5招当中其实问题是很大的。这5招本来都应该是我们的筹码。就是我们拿在手上对，我要关税要降到0或者是说呢，我的这一个投资这件事情，我要如何的去聚集全台湾的力量，然后我增加跟美国之间的投资，我要如何的来应对这些事情？这本来应该是你手上的牌，甚至于包括了台积电去美国投资，联电可能要被格罗方德来并购，这些事情都应该是你手上的牌。可是现在你不是，你现在已经是全部的都已经放到台面上，我要送你当礼物了。那川普的例子已经看得很清楚，日本先送了1兆美元的投资，那请问一下，日本又解除了它的对等关税吗？没有。越南很快的说，那我愿意零关税。川普很开心的宣传说越南愿意跟我来谈零关税，但川普因此停了越南的对等关税吗？都没有。那些应该是谈判筹码，绝对不能是事前的礼物。但我这边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当赖清德说零关税的时候，其实后遗症很大的。既然你提了零关税，按照川普的个性是，那这件事情我先笑纳了，其他的部分我们再来谈。那我请问赖清德，对我作为消费者，零关税我是很乐意的，所有的工业产品零关税我都赞成，因为工业产品既然要打世界杯，就应该要零关税。对我来说，我一直是这样主张的。但请问一下，赖清德，你已经跟农民说好了吗？我们农产品要全部降到零关税了吗？你跟农民说好了吗？农民现在知道说你要降到零关税了吗？你知道了吗？大家清楚了吗？请问农民被出卖了，知道了吗？第二个部分是，你如果只对美国降税，请问一下，我们台商跟其他国家要怎么往来？欧盟要不要来控告你？东南亚要不要来控告你？就连中东国家要不要来告你？日本、韩国都可以来告你。我跟你讲，只有中国大陆会对你比较好一点，还不会来告你。我请问你，你把美国单独的零关税，这是不是违反 WTO？ 你如果对美国 WTO 是没办法，但请问一下，欧盟对你没有办法吗？中东对你没办法吗？东南亚对你没办法吗？你这个时候亮出来的零关税，你到底考虑清楚了没有？为什么会愚蠢至极呢？你农产品这个部分，你是牵涉到多少农民的生计？你农业的部分占我们的 GDP 的比重很小很小很小。但农民他们想清楚了，他支持你之后变成这个样子吗？那跟欧洲其他国家要怎么去往来呢？我们现在因为已经被美国修理成这样了，正要扩大市场，然后我们正要扩大我们增加我们的市场的这个扩散多元化。那你现在被美国零关税了之后，我跟其他国家怎么往来？所以我今天在谈这件事情，我不是说因为你赖清德，所以我通通都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你真的提出了一个非常草率的一件事情，当然通篇在一个基本原则，美国爸爸不能得罪，所以这个也要送礼物，那也要送礼物。可是你有没有想清楚，你送的都是台湾人的生计，都是台湾人的生活，都是台湾人的血汗。最后我反对蔡英文去谈判，蔡英文去 WTO 谈判，谈出了一个什么东西？米酒一瓶180元，是他谈出来的，难道大家忘记了吗？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要求什么，他就答应什么。廖伟山，
是，现在在这个国际背景之下，我们还是呼吁就是朝野都可以合作。那因为毕竟这个880亿的这样的一个补助的预算，真的还是需要国会来拍板定案，所以这个部分真的还是要恳请蓝白两党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合作，来对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势。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跟中国做任何的互动啦。那因为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看到，其实中国现在因为过去在这个制造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制造过剩。那一旦美国的关税起来之后，因为中国的关税的税率是54%起跳，那很可能它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是没有办法销往美国，就会往全世界倾销。那台湾尤其是如此哦，那台湾的中小企业都会受到一些冲击。所以在某些这个程度上面，当然国民党都说，应该要跟这个中国有更多的往来，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是真的要踩下刹车，来避免我们更多的企业受到这样的一个冲击。那也还好，因为过去在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地区的关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经济结盟上面，台湾跟中国是稍微有保持一点距离。否则如果这一次啊，像港澳这样把整个关税圈可以跟中国划在一起的话，那我们的关税起跳，就不是32%开始谈，而是54%开始谈。所以种种的状况，在这个此时此刻，我们在这个敌我上面，我们还是必须要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判断。来，郭总。我觉得对赖清德的政府我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哈。第一个，我回想我们柯文哲前主席啊，他所讲，只要赖清德当选，两岸关系一定会濒临战火边缘。第一，第二，台湾的经济一定被赖清德搞垮。看起来似乎好像有这种情况。那最近啊，网络都在流行一个美国高关税。台湾高关税，然后欺你安心税啊，真的是这样吗？啊，这个网络现在都很流行，随便都可以摘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赖总统事情已经发生了，他还在搞什么？我们还有音乐，真的是这样吗？另外，论柄在哪里？萧副总统还有开记者会。这跟经济产业是非常有关系的。郭志辉部长不在现场是做人，另外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没有声音，就怪啦。这美国不谈，你们不是主张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吗？很简单啊，为什么外交部不在？那所以我们同意，国难当头，朝野要团结，这一点。我们同意，早上我们就开会啦。我们有5个诉求啊。第一就是公开录影，结果没有，行政院要到立法院来报告。另外一个就是严正交涉的结果要公开。另外一个，政府你跟他谈判的结果要 VTA 的备忘录。第三，我们刚刚好。国青我跟我们民众党国众两党刚好删的是2000亿的研审的这些预算，刚刚好。现在国难当头，把这2000亿啊拿来做这些产业界、劳工界、失业界这等等，所以刚好。所以我没有看到我们柯建铭啊，为了一个位置，你还在争。你争什么呢？人家国难当头，朝野大家都合作，所以我要跟执政党讲一句话：打仗不是用扫把，股市不是用拐杖，所以我还是要呼吁执政的民进党，真的好自为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赖清德3招零关税、不报复增加对美国采购，到底有没有用？永平，显然是没有用啦，因为大家觉得说，第一个你在一开始危机意识不足大家就已经对你失望一次了。第二个呢，你紧急应变呢毫无章法特别是我觉得最令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呢，我们的经济部长变成路人甲这么重要的问题呢，我们的财经部会没有走在第一线
我们的这个对外谈判的专家有没有走在第一线，就让大家觉得说，台湾你是怎么了？本来我们觉得说一切，我们都觉得台湾可以有这样有那样民主的过程，有各种这个枝枝节节的。可是起码我们拼经济总是厉害吧，总是全民共识吧。好，现在会拼经济的这些官员，你一个也不要。然后呢，赖清德完全小圈圈，只搞政治斗争。以谁最明显呢？就是你柯建铭啊，柯建铭是你不分区立委，是你民进党的党团总召，是你赖清德100%可以控制的人。然后你今天让柯建铭做什么事情？行政院呢邀请这个在野党还在大罢免哦，傅崐萁还是你罢免的主力哦。然后呢，傅崐萁不惜背着，像刚才赵先生也提到的，有些人就骂他你唾面自干呐，对不对？人家还要罢免，还把你当成死敌，你去帮他这个解决问题要干嘛？也是有这样的好，他很有风度的去。按照座位来讲，他现在是国民党是国会最大党，摆在第一个，这有什么问题？而且是客人嘛，客人嘛。结果柯建铭，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去挤他的位置，然后在那边敲拐杖，在那边不高兴？我真的跟各位说，民进党的疯狂会传染呐！这几天那个妈祖绕境啊，大甲妈绕境，在云林出现什么状况？民进党的西螺镇镇长叫廖秋平，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现在突然一炮而红，他冲进去呢，挤开张丽善呢，把张丽善所有绕境绕到一个县市县长。市长当然掌教人嘛，这个是一个多少年来不争的默契。这个西螺镇镇长民进党廖秋平，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自己想说他下届要选县长还是怎么样，他就去把张丽善挤走，然后自己在中间掌教，然后还在那边骂说这个宗教不分蓝绿，还在那边那个夸其谈。不分蓝绿他干嘛去掌呢？对啊，不分蓝绿张丽善掌不就很好了吗？他要掌什么呢？是啊，不是。正规的张丽善也不是因为国民党关系，他就是去哪一个县市都是由县长或市长就是去做掌教的嘛。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民进党现在怎么会疯狂到这种程度？就是说你什么姿态也不要做了啊，每天就在那边喊打喊杀，然后觉得国内的只要跟你不同政党的人呢，你通通都看不顺眼，然后你通通都为敌。你知道国民党真的是啊，傅崐萁今天很礼貌，张丽善也是很礼貌。我看那个照片哦，他被那个廖秋平挤到他就这样皱着一张脸，可是他就退在后面。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国民党真的很没用。可是你要怎么办呢？你要让台湾真的是变成民进党这种没有风度、没有教养，真的要变成一个内战社会吗？尤其是现在台湾还正在大灾难的情况，所以我真的很想拜托你，民进党，你现在是执政党，你可不可以放过大家？可不可以放大家一马？因为中央在抗中保台啊，那妈祖是大陆的妈祖啊。这个镇长知道啊，抗中保台是不对的，所以他挤进去，要是取得中国的妈祖给一点点慈悲啊，甲保庇一下，互伊定定，搁再连连嘛一条有。我跟你讲，蓝军最大问题就是蓝军就是一群羊，那偶尔有几只黑羊，这就算不错了，真的吗？那没有狼嘛，对不对？那民进党就是狼。这狼有几只也许比较温和狼，但大部分都很凶狠的狼。国民党就一群羊，真的出几个那个黑羊、山羊就这个不错，差远了啦，比起来真的差远。那洪庭，坦白讲，我觉得现在什么位置不位置的都不是这个国家的重点。如果4月9号川普没有停下来，4月9号，我个人还是认为4月9号川普应该会停下来，因为你倒推回来看川普。就说你做这些事情，你的满足点到底在哪里？你的满足点是希望解决你美债的财务结构问题。那要做到这件事情，你必须逼迫大家增持美债，特别是低利率的美债。再来就是每一个国家的汇率都必须要升值，让美元贬值，这些事情要做到。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在越南谈判的过程中 ，Navarro 去讲说，你零利率没有用，你的汇率操纵有问题。所以我觉得看清楚。整个川普的整体的议题很重要，而我们的国安单位看起来并没有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也就是说，如果按照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你应该要把现在的这个危机分为短期的或长期的。短期的危机就是假设4月9号它会停下来，那我们的政府应该要做些什么？长期的就是说假设，当然长期说老实话，4月9号如果没有停下来，我那个真的要做的事情多的。4月9号不停会怎样啦？我个人认为会非常惨。怎么惨啊？谁惨？中小企业倒闭潮非常有可能。那大型的失业潮，那资本还更不要讲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整个完蛋。资本市场里面，过去台股怎么上去的，现在就要怎么下去，就要怎么回去了。那个断头的情况会非常严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刚讲国安团队其实有看到。他看到了一些东西，所以他拉高了担保品的范围，这表示国安团队很清楚曝险很多。可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跟金融海啸是不一样的。金融海啸的这个状况，你可以认为说这是一个市场造成的风险，那是市场行为。但这一次是因为川普的政治政策而改变的，所以我们的政治力应该要介入的更快。也就是说，我必须先停下来，等4月9号的状况，再来看后续大家要怎么做。否则，我现在给你去看台股有很多，不管是负债比很高的、质押利率很高的这些公司，在这一波里面，它都马上会垮掉。所以政府应该要从短期的策略跟长期的策略都要来看。可是我们的现在的政府，我刚最生气的就是你卓荣泰。你今天是行政院长，当柯建铭在闹的时候，你如果这个时候骂柯建铭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那边给我抢位置，我们一起来做该做的事情。我跟你讲，连我是国民党，我都会认真。柯建铭马上回应，对，飞碟。是飞碟，我都会佩服他。这表示卓荣泰知道问题有多大，可是你居然看着柯建铭在那边闹位置，叫副院长让位，这表示你根本还没有看清楚现在我们面临的位置，面临的情况有多严重，真的。可现在问题在哪里哈？川普说，你看已经有50多个国家跟我联络，对不对？我就在想说，如果台湾要去联络，跟谁联络？对啊，跟谁？对啊，川普会理你吗？不会理你吗？那你跟谁联络？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唯一招只有说台积电不去了，对，川普会有没有火大？一定火大，很生气啊！你说他没面子嘛？川普都要面子的事，面子里都要，是什么意思？台积电答应我，怎么可以这样出尔反尔？加你100%关税都有可能，没关系，再来谈。你要引起他的注意，你怎么引起他的注意呢？只有这招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啊，否则他怎么会理你？他主动就会请你来，对他不会理你的嘛。你说好，我不是说不去，但要谈呐。那你只要谈，你不能因此我什么都给你，然后不谈啊。川普不懂这个道理。他做谈判，他写本书啊，写得非常好啊。是这个交易的艺术，来谈这个谈判啊，交易啊。我那时候看完还觉得，哦，这书很好，做眉批。非常，所有的谈判都是为了交易，不是让交易死掉。所以我相信4月9号他会停下来。好吧，红婷报的这个乐观派，不是乐观派，这是不是他要的比那个更多，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停。不，也许他不一定啊，也许会停，有几家啦。哦，所以人家让他很多，这个是样板哦，所以好啊，那你看我们都学他，也许会了。但是问题，你台湾可以争取到这个条件吗？你只有一个条件嘛，台积电、联电不去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供应链都不去了，来谈啊，那你要怎样？对不对？那我们都给你了，你还这样对我啊？那不该谈吗？对不对？你川普讲没有道理，不谈啊？好吧，北部7县市串联，哦，为什么？本来我想这跟县市长什么关系？后来发觉哇，这些县市受伤很严重啊，他们里面的厂商很多啊，对，所以他们受伤严重。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台提高关税，等不了谋定而后动，现在县市政府展开联合自救。那昨天我也特别致电侯市长、张市长以及谢市长，国难当前，我们没有内耗的空间。4市会议将在这周3举行，讨论因应对等关税变局。台北市长蒋万安已经接获产业反应，其实有些企业已经接到客户暂停订单，甚至撤单的情况。那接下来当然就很有可能发生轮休，甚至无薪假，以及接下来可能的裁员。这绝对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是不是先入场去辅导？实际冲击还有待统计，各产业别4县市联手应对。新北市同样也联系各局处，组成3个专案小组。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启动了关税的应变小组以外，我们有就业稳定小组，也有避免哄抬物价
的稳定物价小组。那我们自己在明天也跟我们大轮以及6个工业区的厂商，大家进行座谈。北台湾一环扣一环，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分别联系竹竹苗首长，联手维护科技，廊带发展。正是我们桃竹苗大溪谷推动启动的重要时刻，所以我也号召了我们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和我们桃园市一起会商一下。桃园启动企业座谈，张安正也将赴行政院会向中央反映业者需求，并且进一步了解因应方案内容。新竹市也正在盘点影响层面。我们主动来跟新竹科学园区还有中央来去做一个联系。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优先盘点相关受冲击的产业。季县市各自成立专案小组后，联合自救圈成型，7县市陆续串联，设法降低冲击。好，那么7个县市首长很急哈，这是北部，中南部也更急啊，至少一样急啊，中部多少什么那个工作母鸡啊，什么一堆啊这些啊，精密机械等等，然后南部那个产业也很多啊，休息再回来。好。北部7县市串联哈，那大概该怎么办哈？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也打电话给新北市、桃园市市长，说呢发起这个联合会议哈，来因应关税的变局了哈。那另外呢，蒋万安说台北也已经有企业被停止订单，而且被撤单，所以是国难当前没有内耗的空间了哈，所以应该大家合作哦。侯友宜说要成立3个专案小组，稳定物价。打击哄抬，然后防止滥用无薪假，就怕你常常都说无薪假，休假，大家去休假吧，没钱，没有钱我休什么假哦？那另外呢，张善政也打电话给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的首长来因应川普的关税，而且呢，跟中央喊话，说业者跟劳工是等不了的哈，等不了啊！来，董介兄南部怎样？北部已经要团结了。我刚刚不是讲，就是说业者跟我讲，他都是有感情的，因为员工跟他都20年嘛，20年以上，有的老干部还是30年都快要到退休。那这个还好，他可以退休。可是你知道我们南部依照我那假头楼写，就是说我在你公司上班，就是把你当成是我家我的长辈一样。那当时呢，这个老板中午都会要求我们，他妈妈都会煮饭了，就是在工厂吃饭了，他们就会把你当家人一样。那公司也不过20几个人那慢慢做，一直上来。他那个文化就是说所以很多工厂它是有设餐厅的，就是把大家。劳工员工当成是自己人。那第一次的冲击就是我们实施劳基法，好像弄得很好像劳资之间开始有对立，那慢慢，那里面就会有一些所谓料别还是上面会这个，但这个都会被化解，你知道吗？毕竟资方坦白讲，这2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是走多头的，那等于说资方确实是有赚钱，可是当你这种压力来的时候，你面临他要选择是或不是的时候，他必须一刀切的。一共一干扣起的家，他宁可自己多花一点钱，但他2、3代人吃饭已经没有问题了。但他要想到第一个想到是这些劳工，有的生囝爱饲囝，有的结婚的，有的啥。他坦白讲，几乎如数家珍。公司他对工厂里面三面郎那谁，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南部这种很重感情的地方这个冲击下来，一定会受不了。那你说不给无薪假，大家会观望，因为买家叫你先不要出货，他是基本上是给你我之间都有空间了。因为大家都在想等洪庭讲的4月9号是不是会做一个改变，再来就是你们的国家会不会来谈判？你看越南去的时候，越南是自己就通令，你先不要出货，因为你出了货以后去，他就要课你税了。先不要出货，那副总理去谈了以后怎么样？回来大家降低最少的税。他谈判不是为了要把关税达到0请定呀，
不是要达到0，而是要让整个产业能延续下去，跟美国生意继续做。你要想到后面这一些就业机会啊，你整个全部投资美国队，我跟你讲，你伤害的是我们广大的劳工。再来你的归零，我跟你讲，我台南家，你伫台南做过市场，咱家饲鹅的、饲鸭的、饲猪的、饲牛的，然后再来乳制品什么，你通通零关税的时候，这大家吼就找贵口无白，无不通好烧香啊啦。伟山，新北怎么办？北部7个县市串联起来说面对关税啊，这让我想到当初在修财划法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当初把这个营业税本来是40%拨给地方政府，现在变100%要拨给地方政府，那代表说未来所有跟营业、所有产业相关的事情都是地方政府负责，因为中央已经没有钱了哦，所以这个法修下去其实是非常非常惊人，也非常害怕的哦，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赶快急踩刹车哦，这个事情应该是要由中央来做整体调配，那地方政府一起来帮助。就我觉得还是很棒。那新北现在面临的事情其实也是差不多，因为新北也是有很多的小工厂哦，也是有很多的制造产业，虽然很多都被赶到这个桃园去了，不过还是有一定的量。那所以我们当然在这一块，我们当然也是要提前哦，先去做一个相关的准备，那避免受到这个关税贸易的冲击。我觉得这次危机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出来经验值有多重要了。这次呢，地方县市尤其是北部的产业重镇呢，第一个反映的就是做过行政院长的张善政，因为他不仅做过行政院长，他自己是美国高科技业出身，宏基也做过，对，宏基也做过，台湾那个美国的 Google 也做过，所以呢，他对于这种产业第一时间受到冲击，他敏感度很高，而且呢，桃园现在呢也是各种的工厂制造业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对他来讲呢，他赶快这个致电这个桃竹的那个首长，然后说我们赶快大家一起，然后后来才扩展到整个北部7县市。而张善政呢，他喊话中央呢，也是讲到最好的重点，他说业界与劳工等不了，因为刚才大家都分析了，你的这个那个工厂喊停是立刻。是马上，是第一时间，我们知道第一时间川普发布那个讯息的时候，台湾的那个中小企业一些制造业的老板啊，我都听说有2、3个立刻那个心脏病、心律不整就医的，真的是这样，因为你。太冲击太大，没有心理准备嘛？因为民进党政府都说边加10%而已啊，谁知道一出来是32%？而且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代工业这些毛利率啊，各位都不高。哦，你譬如说，如果涨10%，它吸收个3%，勉强还可以。然后呢，这个代理商、中介者都那个还有订单的对象，大家共同把它吸收掉。你现在32%，你如果说各半分下单的人吸收一半，他要吸收一半，他16，台湾的这些工厂也得倒啊。这就是现实啊！何况你下订单的美国方，他还不一定愿意吸收16。不是，你当过副市长，台北市到底有多少厂商？台北市说2800家受影响。台北市登记厂商非常多，因为台北市等于是税捐的公司很多嘛。但是呢，这次蒋万安已经讲了嘛，他们已经立刻统计出来的受影响的2800家，而且影响的金额高达9200亿耶。那你这种状况下，你如果突然之间你被停单，现在停单是这样，刚才龙介兄讲的很对，大部分的老板不会在第一时间裁员，他第一时间只是说跟他商议也许就是说多休几日，或者是如何。侯友宜说不要过无薪假。对，那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赖清德的那天的谈话很让大家失望的是说，不管卓荣泰那880亿，大家反应如何？可是那个里面至少有一笔钱是来解决这些被停单的企业主呢，他如何给劳工纾困用的以及呢，
它跟银行的一些贷款呢，它可以延长的部分，然后让你付利息的。可是赖清德都没有在提这个事情，那都没有在提这个事情，那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今天下午协商的一个焦点，结果呢，880亿也没有扩增，也没有修改内容，各方面，那你把蓝白都找去谈，你是不是应该更加大这个力度呢？这是大家的期待。我觉得关税如果处理不好，台湾会面临公司倒闭潮。公司倒闭以后，劳工就会失业潮。请政府一定要注意，劳工在台湾投保的人有1100万人，所以这个失业潮是行不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在执政只会搞政治，不会搞经济。人民的死活根本他不在乎，所以我还是要呼吁，现在执政的民进党，你号称民主进步党，看起来不要像民主退步党，这样的话，台湾人民有一天会唾弃你的。这个凤青啊，那美国如果将来叫我们外销少了哈，那台湾要靠外销，那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我们光是出口到美国1000多亿美元，这个部分你和台币的话是3、4兆新台币，这样子大量的一个出口，我们估算不用太多。你如果这中间要砍个，比如说1/3，那其实就是3、4千亿新台币，你要减少3、4千亿的那个出口，其实光是在经济成长率当然受到很大影响。可是它那个后续的整个影响，就是那有很多的厂商，他可能就会面临到停工的问题，那停工的问题当然就会面临到失业的问题，那这个失业问题当然就会面临到萧条的问题，它是一系列的，因为它会从工厂端，然后影响到后面的服务业，其实都会受到冲击。所以你会发现北部7县市的重心点都放在厂商先要做普查，然后对于物价的部分要注意，不能够有哄抬，必须要控制，还有很重要就是要控制失业稳定的问题，千万不可以让失业潮出现。不过我很意外的是，戴伟山，你不是新北市议员吗？你怎么现在希望新北市赶快先砍掉自己可以收到的营业税，送给中央，让中央去处理，不让新北市好好做事吗？这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地方吗？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应该的啊，这是应该的。盘点可能曝险的单位跟这些部分，然后去算，给他们一个 downside protection， 就是在最危险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必要的时候，银行要出来做担保性融资，这些部分该做的都要赶快做，而且系统性的去算整个曝险的结果，你会发现股市是重中之重，所以股市应该要先控住。就像我讲的，4月9号，就算它继续执行下去，你要delay那个进程，你才能够delay接下来曝险的这个状况。担保性融资这些东西，